蓝景一道，这里邪门得很，无论怎么走，最后总要走回原地。我们试着分开行动，分开的两小队再也没能遇见过。哪怕规划好相见的地方，也能看见对方留下的痕迹，但始终无法见面。万不得已，只好放出信号烟花等前辈来搭救了。没想到等来了一个这么神奇的前辈，怪不得他们碰上金陵和蓝丝追时是那副表现，想必是没想到还能遇到别人了。魏无羡把随便收回剑鞘，金陵看了一眼，怒道：“你有灵力，那你为什么不自己御剑？”魏无羡道：“懒。”金陵道：“你。”魏无羡对他摇摇食指，示意他往前看。方才还是一片石头的地方，此刻已是虚无的深渊。此地蹊跷至此，能否全身而退尚不得知。魏无羡看看四周，深深皱起了眉。半晌，他试着向前迈出几步，来到深渊一边。接着，他深吸一口气，又向前迈出一步。金陵心猛地一跳，伸手去拉他的衣摆。蓝丝追却先一步拽住了他的左臂，金陵身形一滞，进而才发现魏无羡并未彻底离开地面，而只是伸出一条腿，试探般的探了探脚下的深渊。无需多想，必然是一脚踩空的。他向下又试探几分，确认脚下并无土地后，才收回右足。魏无羡试着移动位置，再次探出去，确认深渊是否属实，周而复始。几位少年面面相觑，不知道他究竟有何打算。你到底在干什么？转来转去的。蓝景一问道。魏无羡只是对他笑笑，接着闭起眼睛。他停留片刻，又一次迈出了步。这一次，他的右足停留在了半空中，又停留了约有半炷香的时间。魏无羡却没有收回探出去的足，而是连带停在地面上的那只脚也跟着迈了出来。金陵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的动作，一声呼喊几乎就要脱口而出，下一刻他却愣在原地，难以置信地瞪大了双眼。魏无羡一身玄衣，稳稳立于深渊之上。他来回走了几圈，闭着双眼，每一步都走在虚无之上，直到最后一步走回原地，才终于睁开眼。蓝丝追注意到他的额头已经渗出点点细汗。魏前辈，这是？蓝丝追试探性地问道。魏无羡擦擦头上的汗，并不直接回答，笑道：“你看得见深渊，就走不上去；闭起眼睛，就能在深渊上行走。丝追，你想想是什么原因？”他又看向其他的小辈，道：“你们也别闲着，一起想想，为什么？”众小辈俱是一愣，几个蓝家的少年面面相觑，冥思苦想一阵。一个少年犹豫道：“障眼法。”魏无羡笑了一声，并不直说对错，道：“你们也都是这么想的。”他看向金陵，挑眉道：“金陵，你怎么想的？”“我认为不是障眼法。”金陵道。魏无羡看向蓝丝追，道：“阿苑，你呢？”蓝丝追道：“晚辈也认为并非障眼法。”魏无羡背过身走了2步，道：“为什么？障眼法只是欺骗双眼，并不会使真实的事物因为是否看到而变化。”蓝丝追说：“如果这是障眼法，不管我是否看得到深渊，我都应该能在上面行走。我以为这可能是某种在山内突破境界的妖，或是什么人欲行不轨也不一定。”魏无羡看看金陵，金陵哼了一声，点点头。魏无羡这才开口说：“丝追说的对，我也认为这并非障眼法，这更像一种精神的投射，一种完整的欺骗。”他说：“我相信我脚下是深渊，那么它就真的是深渊；我相信我脚下是平地，那么它就真的是平地。真正被欺骗的不是眼睛，是这儿。”他用右手在左胸处轻敲2下，你们看到乱时，便觉得这里是迷宫，所以永远走不出这里。所以金陵接着他的话说：“如果我们自己认为这里是能走出去的，那我们就真的能走出去。”魏无羡满意的点点头。那还等什么？蓝景一道：“我们快些出去，那些村民还不知道怎么样了呢。”解决方法说起来简单，真正尝试时，才发现令自己改变对现实的观感并不容易。半个时辰后，他们终于与第2队少年重遇，又是大半个时辰后，他们才摆脱这片幻境。此时的天色已经到了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。蓝景一睁开眼睛，长舒一口气，环顾四周，突然叫出声来：“前辈！”
魏前辈。魏无羡看过来，怎么了？蓝景仪指着远方的山间寺庙，道：我们方才就是在那里看到村民的。你确定不是幻象？金陵质疑道。我和他们有过对话。蓝景仪答。总之，先去看看吧。蓝丝追说着，抬腿欲向寺庙走去，魏无羡伸手拦在他面前，示意他们稍等片刻。他俯下身，用手在地面上空虚无地画了一个圈，半晌，地下微微响动，一只只剩白骨的手如花绽放般打开。魏无羡握住那只手，低声喃喃几句，又侧耳微笑着听了片刻，才放开手站起身来。没什么危险，他说，去吧。